上一期我们讲了50万怎么投，很多朋友留言说，我手上有100万，这笔钱该怎么资产配置呢？100万这个数其实也是很容易焦虑的人群，为什么？因为咱们算一笔账就知道，如果你100万拿去投资理财，就算年化能做到6%，一年呢也只有6万块的收入，根本覆盖不了家庭的开支，更别谈财务自由了。而且这个财富段位的人还面临着一些常见的陷阱。比如该不该买房，该不该飞去香港买保险，该不该参与海外股票投资，该不该创业。如果只是稳健投资，他们心里也很焦虑，那样的话是不是我这辈子就只能被同龄人甩开了？首先咱们先讲100万资产的人该避的坑。第一个就是房子，如果你只有100万的闲置资金，不建议你把房产作为投资配置的重点。如果你有刚需，那是可以买房，但是不要再把房子当成投资的工具了。第二个坑，由于我国资金呢不能自由的出境，大家可以通过国内的基金公司发行的 QD 或者是 ETF 连接基金，间接的参与美股、港股的海外大盘。对于100万的人群，这部分的配置比例呢控制在5%到10%之内，不要过度幻想。更不建议为了投资特意飞到香港甚至是海外去开户等这种灰色地带的行为。这个财富段位呢，也不建议考虑移民发达国家。第三个就是关于香港保险，什么分红险呀、增寿险等等。香港的保险公司啊本身比较成熟，但是涉及到汇率、法律、销售误导等很多风险。很多内地居民呢是冲着美元资产加高分红去买的，但是兑现的周期很长。通常要到300万以上的闲置资产才值得分一部分做保险或者是美元资产的组合。100万这个阶段建议呢，不要急着去买香港保险，因为可能会把你的流动性给锁死。那在这个阶段，你能做的就是平时要注意身体健康，加强锻炼。国内的城镇居民医疗养老保险足够给你兜底了，先把基础打牢。第四个坑呢，就是关于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的配置。100万这个段位能不能买？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要严格控制你的仓位。建议啊，最多也就配1%到2%，也就是1-2万块钱。而且呢，对于认知不足的人，最好不要碰，因为这一类资产的波动很极端，腰斩也很常见，需要你能够完全接受这部分钱可以归零的心态才行。而且这个阶段的你不建议做任何梭哈式的豪赌。其他常见的坑还包括全仓梭哈赛道或者行业基金，甚至全仓个股股票。比如说新能源热、AI 热，那你就全仓梭哈进去了，热潮过后的暴跌有可能会让你的资金蒸发掉。还有就是不要盲目的购买任何的理财产品，可能因为你焦虑，因为你怕掉队，明明生活里还在缝缝补补，但是买起理财来却一掷千金。银行理财不保本了，也可能亏损，一定要避免梭哈式的投资。再就是开品牌加盟店等等啦，创业是最烧钱的。对于自己不懂的生意，不要加盟，别人能赚到的钱，你做不一定。100万这个阶段的人最着急的就是怎么能靠投资实现财富自由。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100万的本金单靠投资，普通人能不能实现财富自由？我觉得很难，因为假设年化收益6%，一年才6万，连你的生活成本都覆盖不了，那该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呀，100万不是财务自由的终点，财富自由不能幻想着100万一夜暴富，而是要靠3条腿走路。首先，守住本金；第二，想办法补充现金流；第三，留一小部分去搏机会。100万的财富金字塔可以这样配置。底层呢还是安全仓，比如你留出50万到55万，占总资产的50%左右，可以配置国债逆回购、大额存单或者债券 ETF。这部分资金呢是你的压仓石，保证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掉队。中层呢是稳健仓，比如你留出30到35万，占总资产的30%左右，配置红利 ETF、沪深300 ETF、标普500的 QD 基金等等。和50万资金的人群相比呢，这部分资产你可以考虑配置一部分海外的 ETF 了，比如港美股的 ETF。那这部分资金呢，可以帮你稳稳的增值，还能每年呢产生股息，形成小额的现金流。举个例子啊，30万买红利 ETF， 年股息率大概3%到4%之间
一年呢能有1万多的分红，至少可以覆盖家里的水电煤气的支出。第三呢，顶层我们叫机会仓，比如你用10到15万，占你总资产的10%到15%左右，你可以配置行业主题 ETF， 像 AI、机器人、新能源或者黄金 ETF， 甚至少量的比特币。这一层啊是你未来的加速器，如果踩对了风口，那你可能会比别人快一步，就算踩错了也不用伤筋动骨。100万能不能实现财富自由？很难。但是100万的意义就在于，第一，它是你守住本金的起点；第二，它能让你开始拥有现金流思维；第三，它给你留了一点追风口的筹码。真正能让你跑向财富自由的是3件事儿。第一，本金带来的复利，100万投资守得好，可以稳步滚到300万。第二，现金流补仓，你的主业要加强，辅业要拓展，这2部分的收入如果不断的投入到你的资产配置当中，会使你的雪球越滚越大。第三，就是靠你的认知提升，抓住机会。任何一个时代总有1、2次大的红利，能不能抓住还是取决于你的认知是否在场。大家注意啊，100万阶段的你，职业收入加副业现金流比投资更重要，因为你用新增的现金不断的补仓才是正确的配置之道。等你有了300到500万，那才有资格去谈被动收入大于开支，才能看到财富自由的台阶。那如果你已经有了300万了，该怎么样做资产配置呢？我是苏涵，我们下期接着讲。